Hello，歡迎大家收睇金金貓模型。今集可以話係陪你青山積系列暫時嘅最大挑戰啊！Stitch 系列嘅 PG 版紅迷網啊，2009年推出。嗱，喺呢度呢，又要多謝我嘅朋友歐先生免費借出生積咗10幾年嘅紅迷網高達啊！咁至於係幾時同埋喺邊度買，嗱，佢已經唔記得㗎啦。咁佢自己就唔認識 Stitch 嗰啲機嘅。咁只係因為見到特價，咁啊想體驗一下 PG 嘅模型，所以先至買嘅啫。咁一體驗呢，就等咗10幾年，而家就變咗做由我嚟體驗啦。咁喺呢度呢，要再一次多謝佢嘅。雖然都推出咗15年啦，咁但係都俾大家睇一睇盒裡面有啲乜嘢啦。咁我後生嗰陣呢，自己對 PG 版模型嘅感覺呢，就係除咗巨型之外，另一樣呢，就係有錢人先至會買得到嘅嘢啊！嗱，見得最多咧就係 PG 版嘅高達 Mark II 啦。嗱，好老實講，就算自己願意買咧，咁但係拎翻屋企，一定咧就會俾屋企人鬧噶啦。所以我自己都相信呢一盒 PG 紅迷網會係我第一盒，亦都會係我最後一盒接觸嘅 PG 版模型啊。咁一嚟土地嘅存放問題啦，二嚟我就唔想用太多時間去砌巨型嘅模型嘅，我係想留翻多啲時間去接觸多啲唔同嘅事物啊。呢一盒模型嘅板件總數係有36塊，嗱，我就唔會每一塊咧都開俾大家睇，咁不如即刻咧砌俾大家睇成品啦。PG 版紅迷網，我接近用咗4日時間嚟製作，簡單嘅磨件、滲線同埋上水貼就搞掂啦。咁由於水口真係太多啊，大家會發現我有好多水口都磨得唔好嘅，甚至係唔記得咗打磨。今集我只係俾大家睇一睇個組裝過程，感受一下砌出嚟嘅成品係點樣嘅。嗱，有朋友可能又會講啦，喂，金師兄，你砌到咁樣就冇拎出嚟教壞人啦。我自己從來咧冇講過話要教人嘅，咁呢一啲想法都係一啲朋友嘅一廂情願嚟嘅啫。咁如果要做到十全十美，就唔輪到我噶啦。咁啊，建議去收睇其他頻道嘅。首先砌腳掌嘅部分。分件總數係有46件，呢一塊黑色膠我都係首次接觸，咁係用嚟黐喺2塊腳板底嘅件嗰度嘅。方法就係咁樣，用手指撕落嚟，之後就跟嗰個形狀咧黐翻上去。大家又中唔中意呢？有咁樣嘅設計，應該係想令個接地更加穩陣嘅。今次嘅組裝次序，我會跟照說明書嘅指示去做。嗱，有啲部分呢會因為我拍攝得唔好，又或者表達唔到想要嘅效果，我係會剪走嘅。不過今次我最主要就係希望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PG 嘅組裝體驗。Perfect Grey 系列，我知道唔係好多師兄係會買嘅，咁始終都係因為存放嘅問題。咁今次就有機會去圓大家一個夢啦。究竟呢一類模型容唔容易砌呢？希望呢一段影片可以俾大家一個參考啦。雙腳嘅分件總數係有198件，都相當誇張㗎啦。呢一盒模型除咗螺絲之外，咁亦都多咗3件紅色金屬件。嗱，我拎住嘅呢一件零件呢，就係其中之一，非常有重量。我未講自己嘅感覺之前，都想問一問收睇影片中嘅師兄。喺你哋嘅人生裏面，暫時係砌咗幾多盒1:60嘅 PG 模型呢？嗱，咁我上網查過，原來 Bandai 第一款推出嘅 PG 模型，咁啊唔係元祖高達，而係 EVA 初號機啊！咁真係唔查都唔知道。咁究竟有幾多朋友真係由初號機開始，每一款 PG 都買嚟砌呢？如果有，我都好想各位師兄同大家分享一下。砌咗咁多盒1:60係啲乜嘢感覺呢？近年就有 PGU 元祖高達啦，咁我都想問一問，咁多年以嚟，邊一款 PG 模型係最令你印象深刻，又或者覺得最難砌嘅呢？真係唔好吝嗇呢啲咁難得嘅經驗啊！我經常都覺得，就算真係每一款 PG 模型都有接觸嘅人，除非你開模型鋪，又或者係喺 Bandai 嗰度做啦，除咗大愛之外呢，我真係唔知道用啲乜嘢形容詞嚟形容啊！咁如果真係有朋友有我頭先剛剛講嘅經驗，喂，不妨留言同大家分享啦！我砌呢一盒 PG 紅迷網，
其實一開盒嗰一刻呢，係已經有放棄嘅諗法㗎啦。我自己有砌過非常多件嘅高達模型，包括有 MG-ESS 啦，同埋莎薩比 version 卡。近幾個月就有元祖 SD 嘅超級甲神，咁佢哋都係非常大盒又多板件嘅。但係呢一盒紅迷網呢，係真係令我覺得迷惘嘅。最初借呢盒模型俾我嘅朋友都有提醒我，或者會花好多時間去拍攝嘅。咁唔知道係咪因為咁樣講咗啦，就令我一開始呢係有啲恐懼嘅。雙腳嘅組裝過程係非常漫長，足足用咗我一日時間。有陣時件同件之間嘅組合呢，仲要靠一啲感覺呢撳落去嘅。咁簡單一啲講，其實係有啲似呢砌緊一盒大型 MG 嘅感覺嘅。始終係2009年推出嘅 PG， 咁同而家都時隔15年啦。或者 Bandai 係已經將呢一盒 PG 嘅技術放咗入去近年推出嘅 MG 啊，所以有相似嘅地方都唔出奇。腳部嘅組裝大致係咁樣啦。單腳究竟有幾高呢？相比起1:100二式高達 version 卡，基本上係一樣高噶啦。HG 玫瑰高達就好令大家有玩 Gundam Breaker 嘅感覺啊，接近有20 cm 高嘅。試一試跪姿俾大家睇，雖然係做得到啊，不過身體好明顯呢係向另一邊傾嘅，唔知道大家覺得合唔合格啦？前裙甲同埋側裙甲可動唔多噶，所以腳部嘅擺動角度都唔太多。腰部嘅底呢有一個扣位嘅，如果鬆開佢就可以令腳部有多一啲嘅擺動角度啦。腰部就有45件分件，另一件金屬件就係用喺呢一度嘅。再補充一下自己嘅 PG 初體驗啦。雖然 PG 模型能夠帶俾你非常高嘅滿足感啊，但係我就建議最好呢係選擇自己中意嘅角色嚟砌嘅，投入度會高好多。咁我自己當年呢都有睇齊全套嘅 STEED 系列啊。不過因為紅迷網係屬於外傳主角，以前呢就只可以喺遊戲裏面獲得佢嘅資訊啊，所以真係唔太熟。另外，由於要砌 PG 模型所花耗嘅時間同埋精神，相比起砌一盒 MG、HG 又或者 RG， 要用上好幾倍嘅。如果你砌嘅機體完全唔熟，係真係好難去投入嘅。避免半途而廢，我建議各位師兄真係要揀中意嘅角色先至好砌 PG 啊！紅迷網個樣都好威猛噶啦，轉向嘅角度大家應該都睇到，角嘴係會俾身體嘅領呢頂一頂嘅。仲有一個缺點就係天線嘅件啊，好容易甩落嚟，我或者要上一上膠水先至還翻俾朋友啦。身體方面，有玩過 HG 同埋 MG 嘅朋友都覺得呢一個 PG 嘅胸肌設計呢係好勁嘅。咁可動方面又係點樣呢？嗱，各位應該感受得到啦。身體亦都有唔輸俾腳部嘅分件數量，總數係有112件嘅。嗱，其實 Bandai 生產呢個 PG 紅迷網都非常有誠意㗎啦。除咗生產兩款紅色嘅件之外呢， PC 件都係紅色嘅。剛才嘅可動示範，呢一盒模型好明顯就唔及今年推出嘅電影版 HG 模型嘅 STEED Action System 啊。嗱，公道啲，呢盒 PG 始終係15年前嘅玩具，當時有咁樣嘅可動，或者已經係非常犀利嘅一件事啦。咁而且 STEED Action System 係專登為今年電影版嘅機呢推出嘅一個新關節啊，所以呢一盒 PG 大家係唔可以咁樣嚟比較嘅。我估好多朋友都希望 Bandai 會將呢一套技術重出所有 STEED 嘅機體嘅，當然包括呢一個外傳嘅主角阿羅嘅紅迷網啦。最初 STEED Freedom 未上映嘅時候呢，有朋友都估會唔會將外傳嘅機又或者角色加入正傳嗰度呢？當然最後係冇啦。咁但係好似聽聞係會有新嘅漫畫去俾外傳嘅角色出場嘅。嗱，有興趣嘅朋友不妨留意一下。另外，雖然當年03年嗰陣我就冇接觸高達模型嘅，咁但係都見得到呢一個紅迷網高達，就算冇任何動畫嘅幫助，都已經好高人氣㗎啦。
你睇下 Bandai，除咗紅迷同埋藍迷嘅 HG 之外呢，近10幾年連 MG 都有推出埋，好似之前嘅 G-Generation 火線中環啦，都特別有幾關呢俾佢哋出場，咁啊睇得出真係好多朋友都中意嘅。咁啊特別佢運用武士刀嚟做武器，好多人都覺得非常新穎。高達終於都唔係只係靠激光槍又或者大炮，而係用實體劍嚟戰鬥啊！劈落去嗰下又熱血，所以吸納咗好多支持者。身體嘅組裝就係咁樣噶啦，冇乜嘢太困難之處。接住落嚟就係頭部嘅組裝，分件數量係有30件。呢個頭部呢係需要用2張貼紙保色嘅，分別就係呢一個位同埋眼部透明件嘅黑色。嗱，首先我會砌呢包括螺絲嘅電池座配件嘅。咁當然，如果你唔想裝電池，呢一部分可以 skip 咗佢嘅。先將兩邊嘅彈弓裝好，然後再將綠燈呢放喺中間，再將開關掣放入去，檢查所有零件係咪裝好啦，就可以冚蓋。最後扭埋個螺絲就搞掂啦。啱啱嗰一部分都係試俾大家睇嘅啫。嗱，我自己就決定唔會另外再買餅仔電去試發光嘅狀態嘅，因為之前嘅撩同埋莎莎比 version 卡嘅發光功能實在不如人意啊。咁我就無謂再專登呢嘥錢去試。至於呢個頭部嘅外形同埋分件設計真係非常出色嘅，細節方面只要上少少墨線呢，完成度都已經相當之高，好有霸氣㗎喇。武器方面我就好簡單介紹一下算啦，水口都係比較多嘅，咁我都盡力打磨過。激光槍就係完美分析，同 MG 模型嘅組裝體驗基本上係一樣。跟住就係佢最重要嘅武器武士刀啦。佢嘅刀身就唔係一隻銀色，而係有花紋嘅，似足一把真正嘅武士刀啊！由於冇做隱藏式水口，剪出嚟嘅水口都比較明顯，特別係電鍍金嘅位啊，就更加揞眼嘅。所以玩 PG 模型真係要用好多時間去製作。連埋2把激光劍一次過砌好俾大家睇，淨係把劍呢都已經有13寸半長啊！嗱，咁 Bandai 可能都擔心呢刀身嘅尖端會整親人，所以都特別設計一個護套呢俾大家。嗱，各位千祈唔好誤會啊嚇！我專登係唔剪呢個袋呢俾大家睇，千祈唔好心邪。慢慢套落去，咁保護住個尖端，咁其實都有用嘅。咁如果跌落地都唔會崩啊嘛。咁但係個套係有窿嘅喎。嗱，我都係建議玩家將把劍呢收翻入個劍鞘裏面啦。呢一件零件其實係有啲乜嘢用呢？就係裝喺側裙甲上面。再裝埋個劍鞘，盾牌就有18件分件，同普通 MG 嘅盾牌非常相似嘅。可動呢亦都同近代嘅高達模型差唔多。將武士刀裝喺身上，效果就係咁樣。咁啊，順手度一度有幾高啦。由頭到腳係有31 cm 高嘅，亦都將全部武器裝上身俾大家睇一睇個效果。大家覺得點啊？我自己就覺得好有氣勢啦。由於係一體成型手啦，所以佢嘅食指我係要慢慢套落去嘅。
整個紅迷網呢，下盤係非常穩陣嘅。我拍攝嗰陣，從未試過佢會因為唔平衡嘅問題突然向前或者向後跌，或者嗰3件金屬件嘅作用呢，就係幫助承受上半身嘅重量啊。當然呢一個紅迷網都有缺點，稍後我會再講嘅。最後嚟到手部嘅組裝啦，總數係有152件分件。頭先有提及嘅一體成型手掌就係呢一件啦。咁佢就穩陣過 version 卡嘅手掌，起碼手指唔會話太容易甩落嚟啊。膊頭甲嘅組裝非常簡單，6件分件就完成啦。我今次呢係跟足說明書嘅組裝次序，咁好讓大家可以同我一樣感受得到組裝 PG 模型嘅體驗。唔知道大家睇完呢一段影片，會唔會真係走去買一盒紅迷嘅 MG 又或者 HG 嚟做體驗呢？嗱，RG 版我就聽聞有一啲軟骨嘅情況，所以就唔推薦啦。我喺拍攝嘅途中上網揾資料，發現原來呢一套 Steed 外傳呢係有10分鐘嘅 OVA 版嘅喎。仲要係 Gundam Info Channel 嘅其中一段影片，有興趣嘅朋友不妨上去自己收睇。雖然都有話呢一盒 PG 模型，大家可以當佢係一個大型嘅 MG 啊。嗱，不過佢嘅分件同埋骨架上嘅細節，確實比起 MG 版更加優勝。特別係骨架 ，MG 模型有陣時係睇唔清楚線條嘅刻畫，但係呢一個 PG 版嘅骨架，整體都能夠確實睇得到嘅。所以 PG 版模型售價要去到接近又或者超過1000蚊，我覺得係值得嘅。呢一盒紅迷網喺香港各大模型鋪而家嘅售價就係980至1000蚊。仲有一個版本紅迷網改，嗱，盒裏面呢再有一把超級大劍嘅，最近有再版啊！如果真係對 PG 版紅迷網有興趣想入手嘅朋友，不妨去揾一揾啦。手部嘅組裝大約係咁多。最重要嘅雙手揸武士刀姿勢展示俾大家睇。不過我發現一個問題啊，其實我係插唔穩喺手掌裏面嘅，大家見唔見到啊？我都係輕輕掂住嘅啫。我估有朋友都知道一體成型手掌係有通病嘅，就係太重嘅武器係揸唔穩嘅。內部就係咁嘅樣，再扭過嚟俾大家睇清楚。佢突出嘅榫位係比較淺嘅，所以好容易就會甩啊！我擺呢個 pose 係接近用咗1個鐘嘅，一邊睇 pose 一邊作一個總結啦。我估計紅迷網高達應該係大部分 Steed 嘅 fans， 特別係90年代出世朋友嘅童年回憶嚟嘅。呢一盒 PG 喺外形方面絕對優勝，就算嚟到15年後嘅今日都唔會話過時。當然可動方面同埋頭先講嘅手掌缺點，或者會令大家扣咗唔少分。而且1:60嘅高達模型組裝所花耗嘅時間同埋精神，以及空間嘅存放，亦都係大家一直以嚟面對嘅問題。或者有朋友會講，而家都有紅迷網 Metal Build，又或者其他成品啦，點解我仲要玩咁浪費時間嘅高達模型呢？呢一個問題一直以嚟成日都會聽得到嘅，我就只可以答一句。每一樣玩具嘅推出都會吸引唔同喜好嘅朋友注意同埋購買嘅。其實真係冇一樣玩具係接近完美嘅，所以都係嗰句啦，中意咪買咯，唔使理人哋講乜嘢嘅。希望呢一段影片可以幫到想了解 PG 系列模型嘅朋友，去知道呢啲1:60系列嘅組裝過程同埋成品究竟係乜嘢樣嘅呢？我都係建議大家都係玩翻 MG 版呢，係會比較好嘅。砌一個 PG 模型真係好辛苦嘅，除非你真係好中意紅迷網就另作別論啦。如果中意呢一段影片嘅，記得俾我一個 like 同埋留言講下你嘅感受，最好就係分享俾有興趣嘅朋友收睇。未訂閱嘅朋友，希望你會訂閱支持下我啦。好，下集再見。